大家好，最近因为我出了一个作业给学生，所以决定自己也来录一个这样的影片，顺便让大家看看我常吃的蛋饼怎么做。蛋饼是台湾很常见的早餐，不过今天的这个口味是我最近新发明的。影片的最后会有我对这个新口味还有搭配酱料的评语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吧。刚刚已经倒好粉了，这边有面粉、地瓜粉、太白粉，然后还有这个干的熊葱，然后会在这个很大的盘子里，是因为我上次不小心把它打翻了，然后就掉了一堆出来，我就用这个盘子把它装起来。那现在顺便把它用掉，加水，然后搅一搅。加多少水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每次都是看感觉。感觉好像太干了，再加一点水，现在就比较稀，没有刚刚那么浓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加多少水，就是大家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很黏。好，那现在热锅子，把它拉近一点好了。砧板。来加一点油，一点就好。如果是我的另外一个锅子，它完全不会粘，但是这个要加一点油。拿来准备一下要放在蛋饼里面的材料，再把它推回去好了，不然没有地方。首先是已经放了非常久的 Camembert， 已经过期不知道多久了。把它切成片，然后再来是一片培根，现在我用刀把一片起司拿起来，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粘在一起，用刀就比较容易把它们分开。稍微热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很难把油弄均匀，还不够热。开始收东西，刚刚那些粉放了之后都还堆在旁边，现在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它们收好放回去。哦，现在比较热了，油流的比较顺，可以感觉得出来。那可以把这个粉浆倒下去了，然后稍微转一下，让它圆一点。好像不够烫，然后我会马上把碗洗起来，因为我很讨厌洗碗，所以快一点洗，等一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碗要洗。今天不太圆，好像没办法了，已经硬了，所以就算了吧。看起来还不错啦。那现在要等很久，要等到它煎得很干，再拉近一点好了。把起司撕成片，
2片就可以了。因为我刚突然想到，我冰箱里面有菊苣，所以就来加一点菜好了。洗一下菜，砧板很小，没有位置，所以只能很勉强的在边边切。把这些叶子切成片，等一下比较好吃。我的意思是比较容易吃。我不知道加在蛋饼里面吃起来怎么样，今天也是第一次加。那今天我还会放蔓越莓果酱，这个灵感是从波兰的小吃来的，就是他们有一种羊奶起司，然后可以配蔓越莓跟培根吃。那因为我想把 Camembert cheese 吃完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配蔓越莓，然后加培根的话就会甜甜咸咸的。还是有点黏住，还有一点黏就不能翻，一定要就是煎得很干的时候才可以翻，要不然就会破。有好一点，但还是有点黏，所以我就不敢翻，因为今天真的不想把它弄破，所以其实蛮花时间的。最好等的时候可以做别的事，但是因为今天在拍影片，所以我就不敢做别的事，只能乖乖的等，有一种快要破了的感觉。可能可以，其实可以用锅铲，但是我就还是喜欢用筷子，而且我就不想用锅铲，等一下我还要多洗一只锅铲。觉得是时候了，该把它翻过来了。哦，卡住！要赶快把它拉出来，不然会粘住。哦，拉出来了。OK， 很好，不错不错，而且煎的这样有一点焦焦的，看起来很好，很成功。加的那3个粉里面，其中地瓜粉其实它不是地瓜，但以前常常都叫地瓜粉、番薯粉，现在在台湾已经规定要叫树薯粉。那它就会让这个饼皮脆脆的，可是如果加太多的话，饼皮就会变得太软，所以不能加太多。那现在因为觉得反正也没事，所以我就把菊苣放下去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放，因为我就只是觉得现在没有事，顺便用一下锅子的温度，把菊苣稍微煎熟。菊苣其实蛮容易熟的，但想说那个锅子的热度不用白不用，所以就顺便煎一煎吧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，没有为什么。看起来好像一个人的脸跟头发哦。拿一个盘子，等一下要把饼皮放在这里。其实如果是平常的话，我不一定会拿这个盘子，因为这样我又要多洗一个盘子。我真的很不喜欢洗碗，所以通常我就会把它挂在平底锅的边。不过因为今天要拍影片，所以还是拿一个盘子好了，比较方便做事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煎培根，我把它切成2半，等一下吃也会方便一点。那我会先煎培根，把培根的油煎出来，然后再放蛋，所以蛋就不用再放油，蛋就会吸培根的油。
非常的完美。那菊苣也可以夹起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培根像这样煎的稍微焦焦脆脆的，然后油都被逼出来，可以拿起来。现在要煎蛋，这个声音听了就很疗愈啊。洗洗手，然后我们要把蛋饼皮盖回去。我会把刚刚酥脆的那一面朝上，可以翻过来。然后把起司放上去，这是为什么要切片？因为要把它排成一个长条，等一下要卷起来。然后培根也放两边，菊苣也都放上去。再把这个时候我会把火关掉，因为这是电炉，就算你把火关掉了，下面的那个炉还是热的，它还是会继续加热，所以我都会先关掉，比较不浪费电。然后再把起司放上去。今天看起来有一点满，那再加蔓越莓果酱。然后把它卷起来，看起来有一点难，因为今天很满呢。先折一半，压住，把它固定一下，才不会又翻回去。等一下，好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哎，翻过来了。不过那个果酱大概流出来了，所以声音很大。那就这样放着，反正火已经关掉了，就用余温继续煎。过了5分钟之后，声音就小很多了。那现在应该差不多可以切了。掉出来了，塞回去，把它挡住，免得它又跑出来。平常不会这样切啦，卡到炉子。可以不用挡了，有没有切下去？听起来很脆，脆脆的声音。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地瓜粉，而且要煎比较久。看起来是这样，再把蛋饼放回去，因为锅子还是热的。蛋饼放在里面可以保温，就不会那么快冷掉，这样就会一直是热热的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旁边那个盘子对我真的是没有用吗？因为我最后也不会在盘子里吃啊。嗨，本来是录了试吃时间要给大家看的，但是呢，全部都没录到声音。可能是那个时候我碰到麦克风的线，然后那个
头接手机的地方就松了，就变成这样子。早知道还不如不要接麦克风，直接用手机收音就好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就只能由我向大家说明我在试吃的时候大概说了什么。那原来的这个影片我还是会放在旁边让大家笑笑。这个蛋饼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的，因为里面有培根跟蔓越莓果酱。另外比较特别的是还有 Camembert 味道，尤其是那个 Camembert 就是放了比较久到我已经不记得有多久了，所以它的味道比平常重得多。但有趣的是，它跟其他的材料放在一起，整体就变得很平衡，是很有趣的一个组合。之前我已经做过2次，吃这个口味的蛋饼的时候，我不会加酱，因为它的味道已经很丰富，很有层次。不过因为今天拍影片，所以我就决定试试看，中国的老干妈，然后还有台湾的，具体的说是台中的东泉辣椒酱，看看他们跟这个口味的蛋饼配不配。试吃的结果呢，出乎意料的，东泉辣椒酱跟这个蛋饼很合。因为东泉辣椒酱它是甜甜辣辣的，所以跟这个甜甜咸咸的蛋饼很搭。至于很香的老干妈呢，它不甜，而且它太香了，所以它会把整个蛋饼的味道都盖掉。当然老干妈还是非常好吃，但就吃不到其他材料的味道，很可惜，还是配口味比较简单的蛋饼比较适合。试吃完2种酱之后，我就想继续吃原味的，但是再回头吃原味之后，就发现味道变得太淡了，所以我只好再沾东泉辣椒酱吃。另外，我也觉得今天加菊苣是一个好主意。之前我会加高丽菜，可是波兰这边的高丽菜比较硬，那菊苣夹在里面很软嫩，很适合蛋饼的口感。而且多了蔬菜，整体就比较清爽，感觉比较健康。那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做看。边看这个影片边做。最基本的就是饼皮跟蛋，里面常见的材料有培根、起司、鲔鱼、玉米什么的。你也看看家里有什么材料，发明自己的新口味，跟我一样。我之前还做过一个红甜菜根加 Camembert 的蛋饼，很好吃，也是意外的很合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吃过或做过的蛋饼，我们下次见。